今年3场中美重大较量中，老天都无一例外地眷顾中国。接连失利的美国，为了必须第一的偏执，最终会选择战争吗？自从中国发展势头开始展露锋芒之后，美国就开始将中国视为威胁，而后便展开了一系列对中国的遏制打压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，本以为来自美国的高强度打压会让中国举步维艰，然而现实是在今年的3场中美较量中，时与势都在中国这边。最新报道指出，这3场较量分别是阿拉斯加中美高层战略对话、中美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上的硬碰硬，以及围绕巴以冲突在联合国的激烈交锋。在阿拉斯加的高层对话中，美国企图用霸权压倒中国，但结果中国的强硬回怼让美国没有占到半点上风。而在人权理事会上的较量，重挫了美国的霸权行为，美国企图只手遮天，却遭到众多国家的反抗，多国纷纷站出来为中国说话。这也直接说明，在当今世界，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早已不得人心。而中国在国际上的发声则得到了多国的肯定。最后，关于巴以冲突的较量，想必大家也十分熟悉。美国几次阻扰联合国安理会发声，站在国际社会的对立面，不仅坐实了美国不负责任的大国形象，而且还进一步扩大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。可见，在这3次国际较量中，美国想证明自己的霸权，结果却弄巧成拙。但是，这似乎并不能阻挡美国继续作死的步伐。就目前而言，美国对中国的挑衅姿态仍然十分强硬，美国似乎坚定了要战胜中国的决心。就如同拜登所说的那样，美国必须第一，必须在21世纪领导全球。而当如此偏执的言论碰上较量中的接连失利时，人们不免开始担心，美国最终会不会选择用最极端的战争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强大？从目前来看，这一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，且概率极高。近日，美国接连踩上中国红线，不仅派遣军舰军机挑动两岸局势，而且还意图拉上 G7 其他成员国共同向中国发难。显然，从这一架势来看，美国似乎是想在中国主权问题上憋一个大招，但是最终结果或许会让美国付出血的代价。澳大利亚政论杂志《独立澳大利亚》发表文章认为，中美对抗双方取胜的条件是极其不对称的。对于美国而言，其获胜的条件几乎是不可能满足的，也即迫使中国以及俄罗斯向美国屈服，而中国只需要坚持做着10几年来一直做的事情，就能够获得最终的胜利。可见，即使美国最终选择最极端的战争方式，也还是证明不了自己的强大，甚至还会彻底葬送自己。日澳声明首次写入台海，其实是日本牵着美国鼻子走，中国人怕吗？继美日联合声明、日欧联合声明都提及台海后，日本又勾结澳大利亚在台海问题上搅局。据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称，日澳两国外长和防长举行线上2+2会谈，日澳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海稳定的重要性，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，同时还对新疆人权问题指手画脚。此外，日本还宣布自卫队承担在紧急情况下向澳大利亚提供武装力量，首先是其海军舰艇提供军事支持义务。以前日本只对美国武装力量有提供军事援助的义务，在去年11月的时候，日澳双方就互惠准入协定达成共识，成为准军事同盟。日本再次成功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捆绑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7号，日本陆上自卫队就已经抵达澳大利亚北领地达尔文，将和澳大利亚、美国军队一起参加联合军演。最近，日本4处军演在不久前就和法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在东海附近展开夺岛演习，而日本首相菅义伟更是马不停蹄给中国周边国家打电话，指责中国改变东海、南海现状。在中美激烈博弈的背景下，日本彻底暴露出遏制中国的野心。很多人认为是美国人的锁链拴着日本，但从最近日本的一系列操作来看，日本更像是牵着美国的鼻子走。虽然双方各怀鬼胎，但是在遏制中国这个问题上还是沆瀣一气。事实上，台岛上分裂势力的大本营就是日本。日本军方曾有一种说法，保卫台湾那就是保卫日本，因为他们把台海当成关联命运的咽喉。外界一直都认为美国在拉拢日本制衡中国，但实际上更多的是日本主动出击，甚至把美国也带进节奏里，比美国人要焦虑得多。再加上日本地震、火山频发、海啸、资源匮乏，导致日本一直有很强的忧患意识，并且对中国大陆觊觎已久。即使他现在已经力不从心，但还是要和美国狼狈为奸，还要拉上英、法、德、澳等国，妄图重温8国联军侵华旧梦。觉得削弱中国，他就会有更大生存空间，维持其在亚洲国家的地位。对于这个虎视眈眈的邻居，中国永远都不能轻视。美国、日本、澳大利亚之流反华都反魔怔了。
多国逐渐放开在台海问题上的模糊策略。在台海问题上，中国早就预想到美日澳一起上的可能，并依此做准备，彻底解除美日在印太地区对中国的海上封锁，新账旧账一起算。中国人怕吗？怕的是你们不敢来。中非外长会晤当天，菲军首脑登中业岛，马来西亚、菲律宾接连闹事，嗅到不寻常味道。解放军做出什么史无前例的动作？这段时间，由于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等域外国家的搅和，导致南海局势又开始紧张，连带着一些南海周边国家也接连挑事。在这背景下，中国和东盟举行了外长特别会议。在和东盟外长会晤后，声明强调，在严峻的全球疫情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，更应该抗击疫情、经济复苏、可持续发展等各领域合作，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。然而，在会议开始前，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却接连挑事儿。为了应对美日法澳在南海采取的军事挑衅行动，我国山东号航母编队曾在南海演习。而在前不久，我国16架军机大编队飞越南海，包括运20和1276的这2种运输机机型。这次演习不同以往，机群数量高达16架，全都是大型运输机，阵容强大，而且据传是从中部某基地起飞，至南康暗沙折返点就有3000公里，来回6000公里。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远程巡航。然而，有些国家对此心怀不满。然而，马来西亚空军声称，解放军军机在加里曼丹岛马来西亚北西约60海里的南康暗沙海域进行可疑飞行。马来西亚方面还声称，多次尝试指导解放军战机联系马方空中交通管制，但遭到忽视。事实上，中国空军在南沙南部海域开展的例行训练活动，严格遵守国际法，并没有侵犯任何国家领空。而且，解放军战机飞行的区域距离毗连区还很远，但马来西亚仍借此大做文章，称解放军进入其经济专属区，甚至还传唤了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，要求给个解释。这个操作和菲律宾的操作差不多。这几个月，菲律宾也是多番炒作牛轭礁事件，这给了美航母在南海航行自由的借口。而菲律宾还借此和美国展开了联合军演，并且用中国威胁论为自己在其他岛屿上增兵布放找借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7号中非外长会晤当天，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司令索贝哈纳突访中业岛，这是目的非常明确的挑衅动作。但是这次解放军大批运输机深入南海巡航，让这些周边国家嗅到了不同寻常的味道，才会如此过激，强调所谓的主权是中国的，一点都不能少，南海是中国的南海，这是无论菲律宾、马来西亚或者美国怎么跳脚都无法改变的事实。为什么说台海局势再起风波，事态已经愈发严重？太平洋或将难得和平，美日澳又做了什么来分裂我国？国人态度为什么变了？最近这段时间，美国明显针对中国的马力是越来越大，而这也更是导致了跟着美国的日澳开始了洋洋得意，这种动作也开始多了起来，一股风雨欲来山满楼之感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美日澳都做了些什么？据媒体报道，菅义伟在与野党党首开讨论会时，不仅就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和疫情相关防疫措施做了讨论，还在会议上脱口而出，把台湾称为国家，甚至在之后日本报道的媒体补救这句话，称日台没有建交，日本一直遵循一中原则。为止，日本都没有就这件事做出回应。不仅是这件事儿，日本最近还和澳大利亚举行了视频2+2会谈。这次日本和澳大利亚就在随后的声明中直接表示，两国已经结成了军事同盟，未来还会在某些时候，澳大利亚会对日本进行军事支援。很显然，如今的日本已经再也掩盖不住自己的野心了，已经存在了分裂中国的心思。毕竟说实话，如果不是心里有意想过这件事儿，怎么可能在公开会议上脱口而出的称台湾为国家，甚至怎么可能会在澳大利亚结成同盟，试图武力干涉台海？值得一提的是，日本为何种种动作也不过是因为有美国在一旁对比而已。毕竟最近美日还联手对 G7 集团施压，要求 G7 集团在峰会会议后的公开声明中点名台海，而且除了会议后的声明，会议中的议题也在美国的干预下几乎被中国占据了。也就是不管是中国台海问题还是其他问题，都已经成为了G7峰会上的主要讨论的焦点。说实话，美日澳分裂我国之心一日不死，事情就会愈加严重。毕竟作为祸首头子，很多国家都在美国的影响下已经对中国台海伸出了跃跃欲试的小手，而一旦让他们把这把火给烧起来了，太平洋必定难以得到和平。目前台海被G7点名，在菅义伟的嘴上独立，还被澳大利亚虎视眈眈注视，
已经处在了极为不稳定的状态下。可以说，只要再有一些破坏性的动作，台海必定会风波再起。中国必须要警惕美国的阴谋，不能再让台海问题扩大了。甚至如今已经有外媒称，G7这届已经是西方针对中国的最后机会，所以西方国家已经到了最焦虑的时刻。在这种情况，中国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不得不出手解决的时候了。就像是从最早国人对待台海总是愿意多一份宽容，但是如今态度却变了，祖国必须统一，也必定统一。